王毅还在记者会上公布重磅消息。他提到，从3月14号起，中方将进一步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6国试行免签政策，并表示希望更多国家也给予中国公民签证便利，让中国公民说走就走，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深圳卫视注意到，消息公布后，有国内旅行平台相关国家出入境机票搜索量快速上涨，较前日同一时段增长近4倍。此前，中国已于去年12月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使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入境免签政策。截至1月9号，这6个国家免签入境人员达到14.7万人次。打造人员往来的快捷网络，推动国际客运航班加快恢复，持续扩容中国免签的朋友圈，同更多国家达成形式多样的、多年、多次的签证安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告诉深圳卫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推行此类免签政策很有必要。对现在今天这样的国际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更需要这个单边开放。那么这个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单边开放，它不仅仅是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国际公平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也是一个平台。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在单边开放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签证嘛。此外，对于外界担忧中国营商环境甚至唱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声音，王毅表示，唱衰中国必将反噬自身，误判中国就将错失机遇。大家都知道啊，去年中国经济以5.2%的增速，贡献了全球1/3的增长。中国发动机仍然强劲，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西方这创造中国经济，但是那么美西方针对中国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是觉得中国它体现出它的那个 resilience， 就是它的韧性了，对吧？稳住了，这一点就了不起了。那当然不仅稳住了，我们还取得了5.2的增长。这是了不起的。在外交主题记者会上，王毅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再次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并给台独分裂势力和纵容支持台独的外部势力画出了明确的红线。而在南海话题上，王毅更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挑事生非，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和肇事方。有记者提问指，台湾地区选举结束后，外界担忧台海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并将冲击区域和平与稳定。对此，王毅首先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选举结果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选举结束之后，我们看到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王毅再次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和纵容支持台独的外部势力发出警告：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如果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关系，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王毅强调，我们的政策很清晰，就是继续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的底线也很清楚，那就是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海峡两岸骨肉相连，民族根脉不可分离。所有炎黄子孙，所有龙的传人，都应当秉持民族大义，共同反对台独，支持和平统一。随着中国，我们叫民族伟大复兴嘛，就越来越强，越来越盛，那么国家
在实现最终统一上边的进程、自信和实际的步伐，以及最后我们的全家福换来各国的承认、认可乃至于赞同，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所在。那当然也体现在我们的外交上。在谈及南海问题时，王毅表示，中国人民在南海世代生活劳作，南海诸岛早已是中国政府依法管辖的领土。今天的南海又是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从未受到任何干扰阻碍。环顾动荡的世界，南海能保持和平稳定，离不开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做出的努力，殊为不易，弥足珍惜。对蓄意侵权，我们将依法正当维权；对无理挑衅，我们将及时据理反制。我们也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挑事生非、选边站队，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或者是肇事方。我们自己有什么分歧，有什么我们自己来共同处理，就是在南海诸岛上有相关国，而不能被域外的其他国家势力力量去利用、去操纵、去把它搅和，甚至本来没事被它搅和成事。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好，外交主题记者会上，王毅还回应了巴以局势、俄乌冲突等国际热点问题。在阐释平等的多极化时，王毅强调，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369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就谁说了算。那么这场记者会也有轻松的一刻，王毅在记者会结束时展现幽默一面，与外国记者就科目3话题进行了有趣互动。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5个月，造成10万平民伤亡。对此，王毅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再为冲突延续辩解，任何借口都不能再为平民被杀戮开脱。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和平奔走，为挽救生命努力，为匡扶正义担当。生命没有贵贱之别，不能以种族、宗教划分。21世纪的今天，这场人道灾难竟然无法被制止，这是人类的悲剧，更是文明的耻辱。俄乌冲突已进入第3个年头，王毅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他还谈到，前不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乌克兰危机可能带来多输后果。外界注意到，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于3月2号起访问俄罗斯、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开展第2轮穿梭外交。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螺旋升温。韩国 KBS 电视台记者就此提问，王毅表示，半岛问题延宕多年，病根是清楚的，就是冷战残余犹存，始终没有建立起和平机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药方也是现成的，就是中方提出的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世界已经够乱了，半岛不应该再次生战生乱。谁要借半岛问题开冷战对抗的倒车，就要承担历史责任。谁要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国际热点冲突难退烧，严重阻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尤其冲突外溢效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民生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就此，王毅进一步阐释并强调了4个不能。平等的多极化呢，就是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369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的进程中
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2月1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安会期间再次贩卖美方所谓餐桌菜单论，声称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会在菜单上。餐桌菜单论充斥着丛林法则和霸权思维，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天的记者会的最后一个问题由中阿卫视记者方浩明提出。他虽然是一位00后记者，但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3年，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请问王外长，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亮点和重点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你是跳科目3的小伙子吧？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还要继续跳吗？你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作为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恰如其分的。今年2月2号晚，外交部与北京市政府举办2024年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在招待会现场，方浩明参与表演了节目科目3。表演结束后，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与方浩明握手，表扬他跳得很好。随后，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方浩明也获得众多网友点赞。我也注意到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洋网红，因为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受到各国网友的喜爱。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一起来讲述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故事，讲述中国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其实每年全国两会的外交主题记者会都备受关注，那么今年的现场座位更是增加到300多个，依然座无虚席。深圳卫视驻京记者李长春也在现场聆听，来看看他会后从现场发回的观察。1个半小时，一段开场白，21道问答，妙语连珠。王毅外长再次用他极具风格与风度的中国话语，献上了他的第10次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谈到当前国际秩序与多极化趋势时，王毅使用了4个不能允许的排比，尤其是那一句“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引发了媒体同行们在现场的会心一笑。这是一句极具指向性的表态。今天的这场外交主题记者会的另一个观察点呢，便是哪些媒体记者获得了宝贵的提问机会。那我留意到，今天的21个问题里面有10个来自国外的媒体，其中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是第一个提问的外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俄两国关系的热络程度。彭博社则是第2个提问的外媒。这家长期关注财经市场的美国媒体十分关心旧金山会晤之后的中美经贸摩擦与产业竞争，传递了美国投资者的焦虑情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天提问的埃及媒体记者曾多次前往加沙地带进行现场报道。提问台海问题的联合早报记者则是长期驻京的专栏主笔。提问全球南方力量与中国角色的古巴拉美通讯社记者，去年在现场报道了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都是我在外交部蓝厅经常碰面的参会记者。他们提出的问题不仅是舆论关切，更代表了他们各自国家民众对中国外交的某种期待。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7号举行。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专访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李成曾长期担任著名美国智库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对大国关系，尤其是中国问题有着深入研究。那么来看看李成对这场外交主题记者会的解读。李成教授，今天的这个记者会，您整个的感受是什么？另外就是我们注意到王毅外长他有提到中国外交的一个风骨和这个风格，您怎么样来评价中国的外交？首先呢，这是我在几个星期内第2次听他演讲。上一次呢，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当中，我就坐在他相隔1、2排的地方听他的演讲。所以呢，这次呢，当然他的受众呢是不一样的，但他表达的是同样的几点。我想讲也许用英文的3个 C 字来讲我的观感。第一个呢，
是非常 comprehensive， 就是这种非常全面，不仅讲到了中国的外交，实际上也讲到了中国的经济状况，中国的甚至中国的政治社会，它都有一定的覆盖。李成表示，可以用3个 C 打头的英文单词来形容王毅的这场记者会，分别是全面 （comprehensive）、自信 （confidence） 和建设性 （constructive）。王毅着重从这3个维度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有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李成认为，考虑各方面问题之前，都要考虑目前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大国角力的力道越发强烈，这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舆论场上的斗争远比外界想的复杂，值得警惕。他认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多场记者会安排，直接回击舆论场上的涉华谬论，是很好的安排。现在很多人呢都批评中国经济是跟经济政策有关系，但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这包括西方的唱衰中国，包括西方的以前特朗普的就是所谓的贸易战。拜登那些脱钩断链都在起着作用，而且美国国会呢禁止跟中国的投资，或者是等等，再加上前段时间呢对台湾问题呢也是渲染过度，所以这些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世界整个的全球的减缓和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不完全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必须要解释。今天王毅外长他在记者会上也专门提到了中美关系，他甚至有这个4问美国，觉得美国可能有一些方面对我们是就是不太有底线哈。那您觉得这个怎么样来解读外长对中美关系的阐述，以及美方现在这些措施是不是真的有作用呢？现在我们说保护主义、说产业政策，往往并不是说中国，而是说西方所领导的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对中国的制裁对中国的脱钩断链所以呢，这就是王毅说的，你们没有自信，你们对中国的惧怕到这样一个程度。王毅在记者会上回应了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安会上关于餐桌和菜单的不恰当比喻。王毅强调，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3、6、9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李成观察到，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主张有高度共鸣。当然，这个所谓的餐桌，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谚语或者成语，它跟字面上解读和实际的内涵呢，可能有一定的出入。但是有一点是说对的，就是共同富裕呢是大家互利，而不是以自己的成功作为，或者是像现在又进入了一个 zero sum game， 就是零和游戏。值得注意的话呢，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讲所谓的win-win 就双赢，而且呢，实际上慕尼黑最近举行的王毅参加的这慕尼黑的安全会议的，它的今年的主题呢叫 lose-lose， 就是双输。如果我们还是过度的沉浸于所谓的零和游戏我们都会双输。所以呢，中国的理念又一次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的认同。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李成认为，2024选举结果表面上对民进党有利，但实际情况较为复杂。民进党从上一次的57%的选票到40%的选票，这说明了很多台湾的年轻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而这个台湾的打巷战，我想台湾年轻人呢是不认同，尤其是美国人用台湾呢来作为骑马的筹码来对抗中国呢，他们是完全不认同的。李成认为，台湾地区青年一代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其中有积极现象，这显示大陆的战略定力正逐渐显现效果。年轻人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到以后影响台湾的地区的选举等等，这是以后的事情。当然，也许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沟通，通过年轻人的交流，通过社会的沟通。王毅的演讲呢，也突出了这一点。这很重要，这应该是积极的信号，而不是消极的信号。